你在马路上的时候，有曾经等红灯等到生气吗？好不容易结束一个超久的红灯，结果过没2个路口，马上又来一个99秒的。台湾的红绿灯到底为什么这么烦？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红绿灯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我们开始学会走路之后，红绿灯通常就是第一个一定要认识的道路公共设施。而红灯停，绿灯行的口诀简单又好懂。不过随着我们长大，开始成为用路人，好像常常会觉得台湾的红灯实在是又多又久。根据统计，在交通繁忙的台北市里面，就有2731只红绿灯正在运作当中。而且根据2015年的资料，台北红灯最长的地方就在士林的中影文化城路口，红灯秒数长达230秒，久到都能够泡碗泡面边吃边等了。红灯的秒数长短到底是以什么样子的原则来决定的？路上又为什么会设有这么多的红绿灯呢？而又多又长的红绿灯问题真的有可能改善吗？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有做网站的需求吗？得过多项国际大奖的简讯设计是你最好的选择。无论是企业官网、互动答题、一页式的网页，或者是大型活动网站，我们都擅长透过资讯设计为你梳理出重要的资讯，再呈现给受众。除此之外，我们在网站制作上面也都符合 Google 的 SEO 规范，并且有直觉好用的后台，让你能够轻松管理内容，持续累积曝光流量。现在就联系我们，让我们根据你的预算跟目标，为你量身打造一个最适合的网站。也欢迎点击资讯栏看我们更多的作品哦。在讨论红绿灯为什么又多又长之前，我们可以先来了解一下红绿灯的运作方式。首先呢，有2个名词非常的重要。第一个是周期，周期指的是一个路口的绿灯、黄灯、红灯加起来的时间。具体来说，一个周期120秒的路口，各个灯号的时间分配通常是绿灯55秒、黄灯3秒、全红2秒，再加上红灯60秒。也就是说，周期越长，每个灯号就会越长。而第2个名词呢是时向，时向指的就是绿灯放行的车流方向。例如一般的这个十字路口，就是东西向走完换南北向走，而南北向绿灯结束之后再换东西向走，这样呢就是一个20向的路口。一般红绿灯的设计原则就是要减少时向数量，因为某个方向可以通过的同时，就表示同个路口的其他方向都不能走。所以如果一个路口的时向太多，就会让其他方向的车都等到天荒地老。不过在车流量比较大的路口，左转车可能会一直等不到可以安全左转的时机，这个时候就会多设一个左转时向。但如果某个路口又刚好是交流道的出口，为了避免冲突通常也会分开设置平面车专用和下桥车或者是下交流道专用的时向。所以在车流量大、路线复杂的大路口呢，时向的数量比较多，红灯的时间也一定会比较长。但还是有人会觉得说，就算是这个样子，台湾的红灯也还是太长了。以台北市为例有30%以上的红绿灯周期都超过200秒。这个意思是说呢，在这些路口等红灯，通常都至少要等超过100秒。而根据2015年的数据统计，台北市红灯超过180秒的路口呢，就有38个。等红灯的烦躁，让很多人都会问说：真的太久了吧？改短一点不行吗？以结论来说，把红绿灯改成短周期可能不会比较好。最主要的原因是，每次切换红绿灯都会产生损失时间。例如，把红绿灯的周期减半，红绿灯切换的次数就会加倍，而这些损失时间也会跟着翻倍，让道路整体更塞。这些损失时间主要分成2种。第一种叫做停止损失时间，指的是当车子看到了黄灯的时候，为了减速准备等红灯所造成的损失时间。第2种呢叫做启动损失时间，指的是当红灯转换成绿灯的时候，驾驶的反应时间以及车子起步加速到正常车速的时间。那根据交通理论，在车流量固定的情况之下，可以推算出一个理论上面最不塞的最佳周期长度，而通常车流量越大，这个最佳周期长度也会变得越长。简单来说呢，就是车流量越大的路段呢，就越适合长周期，而车流量越小就越适合短周期。那也因为适合的周期长度跟车流量有关，所以很多路段的红绿灯呢，都会依据尖峰或离峰的时段来调整它的周期。根据刚刚的讨论虽然红灯等很久会让人很不耐烦，但理论上面要是把红灯改短，反而可能会让路段的整体变得更塞。所以为了缓解驾驶人停等红灯的不耐烦现在很多的红绿灯都设有红灯倒数计时，让驾驶人看得到还要等多久，就可以减低不耐烦，也可以降低刚刚提到的各种反应时间。
不过，有人认为这种倒数计时的设置有可能反而会让人在倒数结束的前后，因为想要抢快而发生车祸。有人觉得多等红灯其实还好，最烦的地方呢还是台湾的红绿灯实在太多了，才刚等完一个红灯，转个弯马上又遇到下一个。关于红绿灯太多的这个问题很多人认为这很合理啊，因为台湾交通文化太生猛很多的驾驶人呢老爱抢快，又没有礼让行人或是来车的习惯，而多设置一些红灯，至少可以强制的车辆停等，让行人有安全通行的机会。不过，针对这个说法，也有人反驳，某些路口车流量根本不多，就还是被插了一堆的红绿灯，代表这背后应该还有其他的原因。有议员就指出，当某个路口发生车祸之后，地方的里长或是民代常常会积极的要求在车祸地点增设红绿灯，然后把这当成是政绩，而这样的结果呢，就会直接的导致红灯变多。不过，也有些人觉得，好啦，为了安全的考量，红灯多一些可以理解，但为什么这些红灯都要各自为政呢？如果他们都有号志连锁，就算红绿灯再多，应该也可以一路畅通吧？为什么连这都做不到？理论上面来说，只要同个路段上面的红绿灯有彼此连锁的话，确实就不会发生刚过一个红灯，马上又被下一个红灯拦下的情况。但实际上呢，这超难做到的，因为号志连锁的前提呢，就是要把每个连锁的号志周期都设定相同。就像前面讨论过的，每个路口的车流量都不同，适合的周期长度也不一样，一律调成相同的周期，可能反而会降低道路使用的效率。除此之外呢，由于每个红绿灯至少都会控制2个方向以上的车流，号志连锁会影响到的并不只有一条直线道路，还会影响到每个路口的横向道路。而这些路口呢，有的可能会遇到火车平交道，有的可能会有交流道的出口，情况都不太一样。在设计连锁的时候呢，不能够只以一条路为单位考量，而是需要考量到整张路网到底能不能够号志连锁，真的非常复杂。那这样看下来很多红绿灯相关的问题其实也都有它的道理，但难道红绿灯等半天的问题真的无解吗？关于红绿灯的问题许多交通专家都建议，或许可以仿效国外，少设红绿灯，多设圆环。咦？圆环这东西台湾不是也有了吗？为什么用了圆环就能够解决问题呢？根据交通专栏作家松山查尔斯的说法呢，台湾的圆环其实大部分都是 traffic circle， 虽然形状是圆环没有错，但一样会设置多时项的红绿灯。而国外的圆环 roundabout 并不会有红绿灯，他们主要目的呢是减缓车辆通过路口的车速，靠着内外环区分行进方向，外环礼让内环的方式呢，让车流之间的冲突不用靠红绿灯来控制，并提升疏通车流的效率。相对于十字路口这种圆环的车辆冲突点比较少，可以有效的降低事故的发生，所以荷兰等等的许多欧洲国家很早就开始尝试设置 roundabout 来取代红绿灯，而日本呢也从2014年开始导入，目前成效良好，已经设置了155处的 roundabout。那虽然有学者认为，在车流量较大的地方导入 roundabout 内外环并入跟分出的这个过程呢，可能反而会比十字路口危险。不过，大部分的意见都同意，在没有那么大的路口导入 roundabout 仍然是一个降低事故率、提升交通效率的好选择。不过，也有些意见认为台湾并不适合导入 roundabout， 因为它能够顺利运作的前提是驾驶之间有礼让的默契跟习惯。但就像刚刚提到的，台湾驾驶比较不会这么做。那如果外环车常常抢快不让 ，roundabout 反而可能会更危险。而且设置 roundabout 的用地通常会比号志路口要来得更大，是在寸土寸金的台湾可能根本就推不动。也是刚刚讨论目前台湾是否应该要导入 roundabout， 目前可能还缺乏足够的共识。不过，目前已经有些新的科技可以直接应用在现有的号志路口上面来改善行车效率了。像是近年来北市的交工处呢，就有在推动智慧化号志，以智慧影像摄影机呢来搜集并分析路口的即时路况，每5分钟就会调整红绿灯的周期，减少车辆停等红灯的时间。另外呢，也有部分的路口会在离峰时段启动感应式号志，以 AI 影像呢侦测，知道到底有没有行人或者是来车。如果都没有人车要通过，那就让干道保持绿灯，用这种方式来最大化道路的使用效率。我们今天会做这支影片呢，一开始是因为我们团队的成员常常在路上等红灯等到不太耐烦然后呢骑个车又必须要待转，然后又被迫连续等一大堆的红绿灯，感觉真的很浪费时间。那当然两段式左转的议题我们之前有额外讨论过，但如果单以红绿灯的设置来说，在了解它背后的各种运作机制之后呢，我们发现它的处理难度可能没有直觉想的那么容易，尤其在台湾这么地狭人稠、尖峰时间车流量又特别大，为了整体用路人的安全红灯时相还有这个周期就
很难缩减。而考量到各种客观条件的差异，台湾能不能够引用圆环的做法来改善问题，我们目前也还不是很确定。不过，随着 AI 科技的应用逐渐成熟，红绿灯又多又长的问题，或许有机会渐渐的看到曙光。那这个部分就让我们一起继续的看下去吧。那今天最后呢，也想来问问大家，你觉得红绿灯问题可以怎么样解决比较好呢？圆环真的不错，不仅比红绿灯便宜，也能够兼顾安全跟效率，比智慧化后置有点东效，靠科技的力量才能够及时的因应各种情况调整。所以在讨论怎么样提升效率之前，台湾应该要先把道路安全给做好才对吧？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红绿灯机制。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2段式左转以及停车位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史上最期待终于抵台 ，iPhone 15全面进化，中华电信行动网络冠军，精彩生活即刻启程。搭指定资费享最高5000购物金，旧换新再折2000，限时加码抽100万 Honey Point， 为精彩而生 ，iPhone 15急速申办。